F-16AB Block 20为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自1997年起陆续交付中华民国空军的一系列 F-16战损战斗机，美方称之为 Block 20，即第20批次生产版本。机体以批次15 OCU 为基础，机翼与机尾为批次52的混合机型，航电以北约 F-16AB MLU 方案标准为基础改进，具备超视距空战、精确对地和反舰能力。总计生产150架，截至2012年保有140架在役。自2018年开始，空军已陆续将旗下 F-16AB Block 20升级为 F-16V 标准，而全数 F-16AB Block 20的升级计划预计于2023年完成。冷战时期，中华民国空军倚靠美制战机保障制空权。自1970年代 F-16进入美国空军服役之后，在每年的美台军售会议上，皆出现向美国要求采购 F-16的提案。在吉米·卡特政府执政时期，通用动力针对无法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核的潜在客户，提出使用 F-4U-02战斗机上的 G79涡轮喷射发动机动力的降级版 F-16、F-16-79计划，据信便是为了争取中华民国订单而研制。但使用前代发动机的 F-16-79性能不如一般的 F-16，而有足够经费采购 F-16的国家美方多半愿意提供标准版本的 F-16，降级版本的 F-16-79自然不受大多国家重视。在1980年代，因里根政府签署817公报，更让出售 F-16给中华民国空军的希望渺茫。至1980年代后期，中华民国空军主力的 F-104战机因为接近寿命中期，妥善率偏低，除了严重影响空防任务之外，也造成多起坠毁意外和飞行员的折损。1989年5月，中华民国参谋总长郝柏村访问法国之后，达索集团同意出售幻影2005战斗机60架，中华民国空军方面并且保留后续60架战机的采购选择权。一般相信，这件军售案给予美国政府某种程度的冲击。1992年9月3号，时任美国总统的老布什在美国总统选举竞选期间宣布同意出售中华民国150架 F-16战机，包括120架 F-16A 与30架 F-16B， 总金额达到60亿美金。这个采购计划美方命名为和平凤凰，台湾命名为凤凰计划。虽然当时通用动力公司在德克萨斯州沃斯堡工厂在量产的机种为 F-16CD， 而且这也是中华民国空军的首选，然而通过批准出售的是 AB 型，要复刻旧机势必会增加成本及后续的各种难题。最后在双方协调后，生产了一种独一无二的 AB 型。这个批次使用了批次15 OCU 的后期型机身为基础，批次30、40的机翼，批次52的机尾与垂直尾翼，批次42有挂载点的进气道，搭配当时欧洲4国正在进行中的中期寿命升级计划的航电设备标准，以及批次32的动力系统，普惠公司的 F100PW220 发动机，成为独一无二的型号 F-16批次20。和平凤凰计划虽为中华民国战机提供实时域，但当时的中华民国空军估计需要450架左右规模的先进战机，先后购入的3款机型总数仍不到这个门槛，因此还有大约1个连队左右。在1980年代末期制造的 F5EF C 构型机仍在服役。这批战机服役20年后，约自2005年起，陈水扁政府执政时，中华民国空军开始向美国争取采购至少66架的 F-16CD， 取代 F5 机队。但美国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抗议，又顾及广大中国市场的经济贸易下的美国国家利益及诸多理由加总下， F-16增购计划美方长期未能允诺，直到2019年才成功增购 F-16CD Block 70。面对中国及台湾双方空中战力落差逐渐弥平甚至不利的状态，2011年9月22号，美国政府通知中华民国政府的军售项目，提供了 F-16的全面升级计划。美国方面释出的清单包括换装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联合头盔瞄准系统、AIM-9X 响尾蛇空对空导弹、ANALQ-213 电子战管理系统、联合直接攻击弹药、Have Glass 2电磁波吸附逆踪涂层，以及计划研究换装 F100PW229 发动机等。之后实际升级并未更换发动机，而是沿用原有的 F100PW220 发动机。
而美国部分参议员与众议员则希望奥巴马当局批准 F-16CD 对台军售案，一方面可以满足中华民国的要求，二方面可以让即将关闭的 F-16生产线延长一段时间，解决美国严重的失业率。后来就美国官方的说法，美国并未排除日后售台 F-16CD 的可能性。此一说法就是先将国军 F-16AB 增强某种程度的战力，尽量达到平衡解放军威胁的程度。2012年10月，洛马公司赢得美国政府价值 18.5 亿美元的合约，为中华民国145架 F-16AB 战斗机升级航电系统。洛马公司称，升级包括安装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嵌入式全球定位系统、升级电子战和其他航电系统。在雷达来源部分，中华民国空军决定交由洛马选择与美军同样的雷达款式。2013年8月1号，洛克希德马丁宣布由诺斯罗普格鲁曼 SABR 雷达赢得竞标。升级工程除了前2架在美国实施外，大部分改装业务由汉翔工业在台湾进行。2016年至2021年完成作业。2015年10月21号，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公司官网上宣布，换装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等设备的 F-16V 已于16号在德州沃斯堡基地完成首度试飞。该架完成性能提升的 F-16A 战机隶属中华民国空军，这也是全球首架 F-16V 型战机完成试飞。另一架由双座机改装，在中华民国空军服役的 F-16机队首批升级在2017年1月16号进场。批次20是以批次 15OCO 的后期型机身结构为制造基础，而批次 15OCO 的后期型特色则是采用批次50、52的机翼和后机身，强化原先的 F-16A 的结构缺点，因此在机身空重部分高于批次32，低于批次52。进气口更换为两侧下方增设硬点结构的批次42架构，可携带低空导航及夜间红外线标定侧舱外销版 AN/AAQ-20 探路者导航夹舱与 AN/AAQ-19 神射手标定夹舱，其进气口为 F100PW-220 构型，直径较小，不适用 CD 批次50、52进气量较大的 F110GE129 或 F100PW-229 发动机。批次20装备 AB 型使用的 AN/APG-66 脉冲多普勒雷达，中华民国空军使用的型号为 AN/APG-66， 最大探测距离约为150公里，输入功率为 3.58 千伏安，共购买157具。与欧洲国家中期寿命升级的 2A 不同，3为配合麻雀飞弹需要的半主动雷达导引，增加了连续波发射组件，提供连续波照明模式供飞弹射击指挥用。同时，因早期凤隼案时美国并未出售中华民国 AIM-120， 故将 AIM-120 的导引能力暂时锁起，直到2000年美国政府宣布同意出售我国 AIM-120 后，才将此能力恢复。除此之外， AN/APG-66 和 APG-66-2A 能力大致相同，如最大探测距离180公里，能追踪10个目标并导引飞弹打击其中6个。批次20和批次15OCU 一样，都是使用 F100PW-220 涡轮扇发动机，特点是采用数位控制系统，改进先前型号的缺点和提高可靠度。最大军用推力14370磅，最大后燃推力23770磅。批次20使用的航电系统多半与欧洲、北约国家在1980年代实施的 MLU 计划相同，飞控计算机为德州仪器公司的模块化任务计算机，搭配菲尔蔡防卫公司的数字化地形系统。资料显示则是由捍卫公司的彩色阴极射线显示器。座舱内部仪表板与夜视镜兼容，不过座舱罩上并未镀上降低电磁波反射的筋膜。批次20虽然是新生产的飞机，然而机上的线传飞控系统仍然沿用 F-16A 的类比系统，而非 F-16C 的数位系统，也因此无法与完整版的蓝艇侧舱进行整合。2001年，因采购 AIM-120， 批次20机队将任务计算机升级至 MMC 3051标准。批次20主要的电子自卫系统是 AN/APX-113 先进敌我识别器及 AN/ALR-56M 雷达预警接收器，搭配 AN/ALE-47 反制撒布器提供的基本电磁波辨识、警告及自卫机能。ALR-56M 先后在2006、2016两度升级更新。除了被动防御针检硬件，1994年美方同意出售80套 AN/ALQ-184 电子干扰夹舱，
这一款电子干扰夹舱也在后续升级中整合入 ANALE 50拖曳诱饵系统，为 F-16 提供较充分的电子作战自卫能力。1998年6月，美国另外同意出售28套蓝艇外销版夹舱，总价值 1.6 亿美金。这一批夹舱虽然没有原版蓝艇的完整功能，包括自动地形追沿与回避，以及自动指派目标给红外线影像导引的小牛飞弹，但是仍让批次20机队得到了夜间低空作战能力。除了与战斗相关的系统，在和平凤凰计划执行时，空军同时以凤眼计划采购挂于机腹的侦照夹舱，使 F-16 具备侦察机的能力。夹舱军规编号 ANVDS-5 LOROP EO， 此装备实际筹获始末空军并未公开资料，外界仅知采购10组，在2000年派遣相关人员赴美接受训练，略约在2004年该批装备结缴给中华民国空军第12战术侦察机中队服役。此侦照夹舱具有光学、红外线影像侦照功能，采数字化存储器储存影像资料，侦照距离有2种说法：50海里以上与70海里。自美国运交 F-16 后，因为持续购入新武器，机队一直在执行小规模的升级，但都以更换计算机软件、改善界面等次系统居多。全面性升级计划是跟随美军计划，升级清单在2011年9月22号美国发布的对台湾军售清单中详列。虽然美军因强制预算撙节计划一度让 F-16 延寿改良计划陷入停摆风险，但后来在拆开计划并由中华民国空军负担计划费用下，最终项目顺利续行。升级型机种原厂称为 F-16V。2017年9月27号，东森新闻采访嘉义空军基地的455战术战斗机联队，该联队战力展示在待命室待命的飞行员完成战机6分钟升空拦截。2017年9月30号，中国中央电视台首次播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轰 6K 轰炸机于2015年3月30号飞越台湾南方海域的巴士海峡时，遭2架不明战机拦截。和轰 6K 最近距离仅10多公尺，两岸官方皆未证实战机国籍、机种，但两岸军事网站根据外形研判为中华民国空军的 F-16 战机。2019年10月，三立新闻台能战全民新世界公布6802、6821跟6609、6623、6631、6653在嘉义基地飞行影片。2019年11月，空军派出6架性能完成提升的 F-16V 战机首次参与天龙演习。随着战事的深入发展，不少军民网友注意到一个奇特的现象：除首日相对稀疏的导弹精确打击外，俄军的战术打法似乎颇有些复古风，甚至让不少人想起了多年前2次车臣战争。最主要的是，俄空天军在开战初期的存在感之低让人难以想象，而他最终开始大规模介入战斗后，却以损失惨重而上了热搜。自3月5号开始，俄军相继损失2架苏34战斗轰炸机、2架苏25攻击机、2架米24 35攻击运输直升机、2架米8中型直升机、1架海雕10轻型无人机以及1架苏30 SM 战斗机。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名曾参与叙利亚作战的空军飞行员也因其苏34被击落而遭到乌军俘虏，而他的轰炸领航员则在跳伞后阵亡。不同于此前乌军的嘴炮宣传，这些损失不但有视频图片为证，也得到俄军承认。而上述10架战机的损失居然都发生在短短26小时内，这是俄空天军开战后至今最大的单日损失，而且他们几乎都是在超低空突防时被乌军单兵防空导弹击落。那么实力强大的俄军为何要让本国战机冒这样的风险呢？超低空突防轰炸战术是怎么来的？有何优点呢？军用战机问世以来，陆地、海洋、天险作为屏障的作用瞬间大幅降低，而且交战双方都有机会攻击对方部队后方甚至本土。但这种进攻武器和对应战术的出现，自然也促使防御方针对性提升自己。例如雷达的出现，就会让防御方提前进入战备，进而完全有可能以逸待劳，重创对方来袭机群。这样一来，攻击方只能利用对方监控漏洞隐蔽。由于雷达往往难以在超低空有效捕捉目标，因此超低空快速突防打击在二战中得到广泛利用。例如，英军就曾依靠文式轰炸机以此战术摧毁法国和丹麦的盖世太保总部等目标。文式不但速度快，而且木质机体难以产生回波，面对此类任务时可谓得心应手。轰炸机的一大难关在于如何保持自身生存率，
二战中一些轰炸机试图通过加强防御火力自保，但战后喷气式战斗机以及空对空制导武器的普及，这种方式被证明基本走不通。第二种方式则是通过提升速度和高度，让对方看得见也难以够得着。但低空导弹的快速进步让这种思路的弊端也逐渐凸显。这样一来，低空快速突防的意义就得到较大重视。雷达仰角下限调整一般都是在紧贴地形障碍物的平均最高点，且多数固定雷达站都建立在较高海拔区域，所以即便雷达技术快速发展，低空盲区问题也依旧存在。如果雷达站附近有山，那么探测盲点就会增多，而舰艇雷达在海面时，杂波问题就会加大探测超低空敌机的难度。以美国为例，其本土防空司令部的各类雷达可以有效监控正常高度下的所有空域，但如果敌机保持100米高度，那么这一体系就会成为筛子。倘若来袭目标具有低红外雷达可视度特点，而且发射的弹药同样可视度较低，那么一般的防空雷达就更难以在防御初期准确捕捉并跟踪对方。一旦躲过固定雷达，那么攻击剩下的就只有尽量避开对方机动式雷达，成功攻击的概率就会极大提升。在本土防御中，一些民用的电厂、网络通信机构以及交通要道同样对战争有很大作用，但这些很容易受损的设施难以和军事基地的那样得到密集防御。换而言之，即便美国也不可能在本土发展各种高度上都绝对严密的防御网。目前不少战机往往配备激光、红外系统和夜间飞行专业指引设备，还有专门匹配地形的毫米波雷达，攻击时的锁定也都有电视摄像作为协助。使用的对地对海制导武器同样会自动匹配环境，进而在超低高度快速扑向目标。一些常见的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的共同点就是成本较大，部分型号甚至还需要发射方进行后续指引，这必然会增加攻击方的危险时间窗口。但如果超低空快速接近目标时，依靠精确的火控装置，即便投放普通炸弹，也会因为攻击距离缩短而命中率大增。试想，一个技术出色的飞行员依靠这种方式达到同样的打击效果，就会为己方战争开支做出很大贡献。直到今天，很多国家的空军都要求自己的飞行员能在所谓零高度安全快速飞行。北约国家空军的很多单位都在英国某个被称为音速峡谷的训练场进行超低空突防训练，他们希望借此超低空快速飞行规避对方防空系统的跟踪，而解放军也对此展开了大力训练。那超低空突防轰炸有哪些危险呢？有得必有失，超低空突防轰炸也会让战机和飞行员面临更大的风险。由于高度骤降，飞行员在极大的相对速度下，因误判导致事故的概率也会激增，对方对空射击的轻型武器也会带来很大威胁。非但如此，命中目标后往往还会导致大爆炸，如果不及时规避危险区，就可能被碎片或冲击波波及而导致失控。1945年，美国舰载机在东京附近的行动就证明了这一点。当时美军试图将神风敢死队和拦截美军战略轰炸机的日军战斗机尽量消灭在机场，但日军布设大量假目标，因此美军识别困难，加上高空轰炸命中率不佳，所以美军只能让舰载机超低空突击。但这也导致日军瞭望哨提前察觉了其动向。同时，日军还在品种等地机场的假目标附近隐蔽了大量防空火器，并在美军机群错误地袭击假目标时骤然开火，导致美军损失惨重。由于高度太低，不少美军飞行员甚至来不及跳伞或迫降。据美军参战者回忆，这次损失完全出乎美军预料，甚至导致舰载机联队的打击计划被迫修改。对于俄罗斯而言，超低空飞行的危险也是其深刻的痛。苏军入侵阿富汗后，美军为反抗力量提供了大量毒刺系列单兵防空导弹，并派不少教官亲自指导。这一来，苏军直升机几乎从猎人沦为猎物。更可怕的是，游击队还经常携带毒刺导弹潜入苏军机场附近，专在苏军飞机起降时下手。在今天的技术下，超低空突防袭击也面临局限性。目前，中美等军事大国都有大型或中型预警机，这些预警机都有探测范围远超过陆基、海基雷达的空基雷达，下视范围和有效覆盖面积都得到长足进步。即便对方机群以零高度来临，也难免被发现。这样一来，此类战术的突然性就会大打折扣。在乌克兰的俄空天军战机为何损失惨重？
自海湾战争以来，现代战争中10大空袭战法的概念逐渐得到公认，它们分别是精兵做先锋的精确制导武器斩首战、预警机和卫星等设备结合的合成立体侦察战、多机种协同作战、外科手术式远程精确打击、防区外打击、电子压制、迷惑或摧毁结合、小分队多路同时夹击、隐身战机加电子战机配合的突袭、饱和式制导武器重锤打击以及夜间空袭。然而今天的俄空天军却根本不达标。例如近日被击落的一架苏34，就是在切尔尼戈夫附近被 9K310 这种上世纪80年代的苏联造单兵防空导弹击落的。另一架米24直升机是在10多米高度上被附近地面树林中突然出现的单兵防空导弹击落。尽管这的确证明超低空任务的危险性，但也暴露了俄军不少问题。以苏34为例，该机配备了新型火控计算机、液晶显示器、新型数据链，可携带多种激光制导炸弹或电势制导炸弹，还能挂在数据链吊舱进行末端制导。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被击落的一架苏34和其他被击落的俄军战机残骸显示，他们根本没有携带制导武器，只使用普通 FAB500 一类无制导炸弹。正常情况下，战斗机或攻击机会在6000米高度进行精确打击，此时对方单兵防空导弹根本不构成威胁。如果使用老式无制导炸弹时，就必须降到超低空，以较平稳的速度和航向接近。此时的战机几乎就是活靶子。更糟的是，超低空状态下反应时间很短，战机飞行员甚至没有时间干扰对方导弹。乌军使用的单兵防空导弹多半是红外制导类型，各国主力战机也都有红外、紫外导弹逼近告警设备，即通过红外扫描元件探测导弹来袭时的红外热信号。最新型的产品为凝视型红外焦平面阵列电扫描探测，它对导弹的探测范围更大，报告反应更快，更不容易虚报。目前俄军无人机总数虽超过2000架，但却明显缺乏大中型高航实察打一体无人机。以俄乌战争开打1周后才亮相的猎户座系列为例，该机最大载弹量仅200公斤，作战半径仅150千米，显然无法覆盖偌大的战场，而且无法和天基卫星联动。这就是俄罗斯低空突袭损失惨重的原因。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我们下期见。目前激烈的航空产品市场竞争中，拥有和掌握先进的科研能力和生产能力是航空制造业生存的根本。本期带您关注台湾的航空制造业发展。台湾曾经拥有整个亚洲地区最为强大的航空工业。进入20世纪90年代，台湾颁布了航太工业发展方案。1991年7月，台湾正式设立了航空工业发展推动小组。航空工业发展推动小组的设立，使台湾改变了过去航空工业多头管理的不利局面，为航空工业的有序发展奠定了基础。2016年提出国机国造的产业政策，希望利用对内采购岛内军工设备，达成推动军工产业转型升级，以及促进精密机械、电子元件和特殊材料等产业发展的目标。其中重点照顾对象就是以台湾中科院和汉翔公司为核心的近130多家航空制造业厂商。2017年2月7日，台军跟台中科院和汉翔公司签署研制下一代高级教练机的合作计划，标志着国机国造走入实际操作阶段。当天台中科院现场展示的 AESA 雷达巨蜥就应用在了本次试飞的 F-16V 战斗机上了。除了升级 F-16 战斗机外，目前台湾还在进行隐形战机的研发计划。据悉，该项目由台空军航空科技研究发展中心承担。关于台湾航空制造业实力能否突破隐身技术难题方面，我们首先应当从了解台湾的飞机制造业的发展这方面入手讨论。台湾航空制造业共有3大技术来源，其一便是日治时期日军为维修军机而建设的大量飞机维修厂。1914年3月21日，日本飞行技师野岛银藏携带一架美国制寇蒂斯双翼螺旋桨飞机隼鹰号，首次在台北市马场挺练马场进行飞行表演。这一天后来也被定为台湾航空纪念日。到1919年，日本殖民当局正式在台成立警察航空班，同时建筑了台湾第一座机场——屏东飞行基地，
有少量台湾劳工因此开始从事日本飞机的保养维修与零配件制造工作，台湾航空制造业自此开端。早期的飞机制造离不开镁铝等轻合金材料和航空燃料的制取。台湾的制铝工业最早开始于1935年，当时日本三菱和三井等公司在台合资成立日本铝株式会社，并在高雄和花莲设立2家工厂。高雄厂在1936年投产时即可年产铝锭210吨，花莲厂则在1941年投产，产量进一步达到290吨每年。铝锭运回日本加工制成铝片之后，便可提供给各飞机厂用于飞机制造。而在航空燃料制造方面，日本先是于1942年在左营和南子两地建成海军第6燃料厂，后又在高雄建成一大型炼油厂，每月可处理3万吨南洋原油。1943年，美军封锁南洋航线后，日本又在岛内建立了17座酒精厂，从台湾当地盛产的蔗糖中提取高浓度乙醇，每10吨提取0.5吨，用于制作混合燃料，乙醇与燃油比例为3:1。二战爆发后，为了飞机维修的需要，日本殖民当局首先于1940年在台成立台北航空机修理厂，负责民航飞机的维修。之后，随着太平洋战事吃紧，日本海军又于1941年在台湾高雄冈山机场建设了第61航空厂，负责组装维修93式中级教练机、96式战斗机、月光夜间战斗机、银河轰炸机、彩云、侦察机、97式攻击机以及0式战斗机等，最高时产量高达200架月，成为当时日军在海外最重要的军需工厂之一。而日本陆军则在屏东建立了第5野战航空修理厂，该厂虽然建厂时间早于第61航空厂，但整体规模较小，当时也仅负责修造日本中岛公司设计的 T431式陆军战斗机。1934年，日本在台成立台湾国防议会航空部，开始推动岛内航空教育和飞行学校的经营。在日本殖民当局的鼓动下，台湾民间航空团体纷纷成立，包括台湾航空少年团、台南州国防议会航空团和台北高等学校航空研究会等。后来，这批经过初期航空教育的台湾青少年，成为了战时日本航空制造的主要劳力来源之一。1940年，日本海军开始在台招收飞机制造的技术生徒，并将其送到日本的三菱军机制造厂学习工作。后来并转身成为台湾航空制造业发展的骨干力量。1970年，台湾又开始尝试在 T28教练机的基础上，设计一款新型中级教练机，并将其命名为 TCH-E 中兴号。中兴号总体气动和结构与原版 T28极其相似，发动机采用美国授权台湾冈山介寿2厂生产的莱康明 T53170-1A 涡轮引擎，机内则装有 INARC51 FreeSoft 通讯设备和 ANRM83ADF 导航设备。1973年，中兴号原型机出厂，随后根据军事需要，又在机翼下增加6个挂点，并安装机炮，从而具备了一定的对敌攻击和空战能力。1975年，台湾空军又提出自研中高级教练机的计划，用于取代使用多年的 T33教练机。当时限于航空制造实力不足的窘境，台湾借着帮助美国诺斯罗普公司生产 F-5E 战斗机的机会，请求后者帮助台湾共同研制一种新型教练机。恰逢此时，美国海军正招标新一代高级教练机，诺斯罗普遂与台湾一拍即合，并邀请后者派人赴美参与设计工作。该机在美国被称为 VTX， 台湾则称其为 AT3， 并在美台断交后将其改名自强号。1980年，自强号在台首飞成功，在将自强号交付台空军之后，台湾航空制造部门又在 AT3 的基础上开发出了单座的 A3 雷明号攻击机。后来希望研制一款性能不比 F-16差的战斗机。在美国的协助下，经过9年的努力，1989年，亚洲第一款3代战机 IDF 成功首飞，是亚洲范围内最先交付成品的第4代机。而对台湾来说，这是第4种自产的战斗机，也是首款自主设计制造而非转让生产线组装的战斗机。IDF 被正式命名为 FCK-1 经国号战机。台当局原本计划生产至少250架 IDF 战斗机，以扶持岛内航空制造业的发展。不过计划赶不上变化，
由于在90年代俄罗斯向大陆出口苏27战斗机，台当局的 IDF 采购计划被迫让位于向美国求购大批 F-16战斗机，以抗衡解放军的苏27。1992年，老布什政府同意台湾购买120架 F-16A 和30架 F-16B 战斗机，这150架 F-16战斗机后来与台军从法国达索订购的60架幻影2000年5月战斗机一起接替了台空军的 F-104和 F-51F 战斗机的空防任务。IDF 机体为传统的全金属半硬壳结构，复合材材料的用量很少，机身和机翼采用融合设计方式，用以提高飞机的空气动力性能和机体抗载。它的最大抗超载为9G。一根前方的边条翼一直延伸到座舱两侧的方式和 FA-18十分相似，小后略角中单翼，尾翼是带下反角的全动视平尾翼。气泡型的座舱使飞行员拥有良好的视野。飞机采用3鱼度数字式电传线控飞行型控制系统，这套由3台飞行计算机组成的飞行控制系统是由美国的利尔公司引进。整套飞行系统的尺寸很少，全重只有大约20公斤，而且采用模块设计，便于更新和维修。中科院和汉翔公司从2001年开始进行翔升计划，对 IDF 进行升级，增加2个天剑2挂架、集成万箭防区外反跑道巡航导弹和天剑 2A 反辐射导弹，升级雷达、彩色数字化航电系统、电子战系统和飞控计算机，在风挡前安装刀状敌我识别天线，增加地形跟踪模式，并且具备安装机背保型油箱的能力。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在经国号之后，台湾航空工业逐渐凋零，甚至不少人才前往韩国，参与了90年代韩国高交机金鹰号的研发过程。在经国号研发之后的近30年时间里，台湾再也没有推出过任何一款自主研发的战斗机或教练机。而在同一时间，日本引进并生产了美国的 F-15J， 引进美国的 F-16战斗机，自己研发了日本版的俗称 F-2战斗机。而韩国更是奋起直追，在90年代末期研发了基鹰教练机之后，最近又有更新的 KF-21 4代半战机推出，今年已经试飞成功了。其进步之快，不得不让人感慨。但是最近几年，我们又看到台湾国防工业又有了新的发展。近日，韩国对外公布了自主研制的5代隐身战机 KF-21 进行武器发射试验的画面。可以看到 KF-21 进行了流星空飞弹分离试验和机炮射击试验。韩国方面声称，该机最快将在今年年底前定型，2024年交付生产，2026年开始列装部队并形成战斗力。单从进度看， KF-21 项目确实进展顺利。2022年7月，该项目原型机在韩国庆尚南道四川市的空军基地进行首飞，共飞行了33分钟，初步验证了该机的飞行性能，首飞取得成功。之后该机展开了密集试飞，目前已进行了150多次的试验飞行，初步验证了超音速飞行能力、雷达和航电设备性能。随后 KF-21 的2号原型机完成了流星飞弹分离试验，3号机则进行了20毫米机炮射击试验，共发射了200发子弹。这几日 KF-21 又成功进行了空飞弹试射。KF-21 未来将加快进行2000次以上的试验，继续测试完善性能。KF-21 战斗机作为一款具有隐身性能的先进战机，在首飞6个月后就进行了超音速飞行试验，7个月后就进行了双座型试飞，8个月后就进行武器发射试验。试飞进展非常快，甚至说快的有点惊人。KF-21 战斗机采用了隐身设计、双垂尾、双发布局，外形和美国 F-22 战斗机类似。机长 16.9 米，翼展 11.2 米，装有2台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单台最大推力19950公斤的 F414G 400发动机。该机最大飞行速度 1.8 马赫，最大起飞重量25吨左右，最大载荷 7.65 吨，转场航程2000多千米。共拥有12个外挂点，其中包括翼下6个外挂点，机腹下4个半 I 外挂点，2个光电吊舱挂点，可以挂载多种武器弹药，执行空中打击任务、对地打击和对海打击任务。
2001年3月，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首次提出将发展 KF-X 先进多用途战斗机项目。该项目主要通过研制一款先进战机来替代韩国空军装备的老旧战机。该表态意味着 KF-21 项目进入实质性发展阶段。2002年11月，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确定该机具体的技术要求和发展目标，明确提出该机的技术水平和装备数量，标志着 KF-X 项目开始进入全面研发阶段。2010年7月15日，韩国和印度尼西亚达成协议，印度尼西亚入股参与 KF-X 项目，并提供20%的资金，以获得50架该款战机。2015年，该机转入工程研制阶段，并于2018年6月通过初步设计评审。2019年9月 ，KF-X 完成了关键设计评审，对外展示了全尺寸模型。2020年9月，首架 KF-X 原型机开始组装。2021年4月9日，韩国举行了该机原型机的出厂仪式，并正式宣布该型机编号为 KF-21，绰号猎鹰。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战斗机，尤其是五代机的研制试飞速度， KF-21 可以说是创下了世界纪录。美国 F-22 在原型机首飞2年后才进行首次武器发射试验， F-35 也是在原型机首飞2年多后进行的武器发射试验。我国的歼20战机则是在原型机首飞近3年后才开始进行武器发射试验的，而韩国的 KF-21 却在原型机仅仅首飞8个月后就展开武器发射试验，试飞速度很快。韩国军用航空装备水平一般，并不具备单独研制5代机的能力。之前也就主要研制过 FA-501款战斗教练机，现在一下子就要研制5代战机，跨越非常大。因此，韩国之所以 KF-21 项目进展迅速，主要依靠美国的大力支持。为了顺利研制生产 KF-21， 韩国向美国提出了25大项的技术转让要求。美国在考虑自身利益和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基础上，同意给韩国提供21大项的上百种技术转让。这些技术转让无疑大大加快 KF-21 的研制进度。其中，作为 KF-21 最核心的装备，航电系统、火控系统、航空发动机和武器系统无需单独进行研制，大大降低了研制的门槛和难度。该机依托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提供的研制模板开发而来，这就是其外观和 F-22 高度相似的原因。在美国转让技术的加持下，该机整体设计都依靠美国支持，辅以韩国部分技术，这就极大加快了该机的研制进度。即使是美国不愿提供技术转让的部分零部件，也为韩国自行研制生产提供了部分技术测试保障和支持。因此，在研制 KF-21 的过程中，韩国将主要研制突破的方向集中在以下机载设备上：一是机载有源相控阵雷达。韩国为 KF-21 研制的有源相控阵雷达拥有部分以色列技术，最大探测距离约200千米，拥有超过1200个收发单元，总体性能优于 NAPG-83 雷达。二是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该系统为无源系统，可以远距离搜索并跟踪目标，提升飞机的隐身性能。三是光电瞄准吊舱系统，该系统可以完成目标搜索和跟踪、武器制导、目标识别等功能。四是射频干扰系统， KF-21 的射频干扰系统可以检测、分析和干扰敌方雷达和飞弹的信号。韩国凭借研制 KF-21 将很快成为全球第4个研制生产隐形战机的国家。虽然很多人质疑 KF-21， 认为该机采用的机腹半埋式挂架使得隐身性能大受影响，不能算是合格的5代战机，而且该机大量采用欧美设备技术，严格说只是一款组装战机。因此，这样的战机并不能对韩国航空产业发展提供多大的帮助。其实也不尽然，这样的合作研制方式对于韩国而言是具有很多好处的。一是可以快速得到新款战机，韩国之前并未研制过战斗机，仅有的经验就是研制生产高级教练机。此次能够超越日本、印度、土耳其等众多计划研制5代机的国家，率先实现项目落地，
就是因为依靠使用大量的成熟欧美技术。这样的方式可以使韩国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这款战机，有效填补韩国空军逐渐老化战机的空缺。二是有利于扩大出口。近几年，韩国军事装备出口额大增，就是因为利用盟国优势，将大量采用欧美技术的武器装备低价出售，以此获得了大量订单。这种模式虽然目前不怎么赚钱，但成功为韩国武器装备出口趟出了一条道路。KF-21项目也是如此，五代机的研发难度巨大，需要巨额资金投入。世界也仅有美、俄、中3个国家具备自研五代机的技术实力，而能够出口五代机的国家更是凤毛麟角，且五代机价格昂贵，这不是任何国家能够轻易获得的。而采用这种合作模式的 KF-21 在时机还没出现的情况下，就获得了印尼的巨额注资，不能不说是一种成功。三是降低了技术研制风险。由于采用了大量成熟技术设备，还有美国等国的技术支持，韩国只需要将有限的力量、精力和资金投入到部分国产装备研发项目上，这无疑大大降低了 KF-21 战机的研制风险，从而避免了出现像日本新神战机胎死腹中的情况。四是推动了航空工业发展。虽然韩国没有多少研制先进战机的经验，但通过系统集成研制 KF-21 将使得韩国逐步积累起高端航空装备技术研发经验。就像很多人说中国的 C919 客机只不过是许多外国产品的组装品，却忽视了现代工业的明珠就是系统集成技术。没有一定的技术积累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另外，通过研制组装也必然会反哺自身航空工业发展。五是彰显国家实力。作为一个地区强国，韩国需要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自身优势。如果能够自行研制生产五代机，无疑将大大激发韩国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增强国家形象，彰显国家实力。由此可以看出，通过研制发展 KF-21 项目，对韩国航空工业发展具有良好的推动作用，也对其他一些后发中等工业强国发展现代军事工业体系提供了积极借鉴作用。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我们下期见。